大家好，我是小颖。马上要到中秋节了，月饼已经上市了，在商场都摆着各种口味的月饼，它的馅料越来越丰富，价格也越来越贵。我个人觉得味道反而不好吃。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道米月饼的做法。如果按照我这种做法做出来的，有淡淡的米香，少油不甜腻，口感软糯，非常的好吃。制作比冰皮月饼简单多了。接下来跟着我的视频，一起来看一看具体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来准备饼皮的部分，100克的糯米粉，55克粘米粉，也就是大米粉，它可以让糯米变得不是太软，可以降低它的粘性。再加入35克的橙粉，它可以让米月饼皮看上去有一些透明，把它们搅拌均匀。3种粉混合均匀后，再准备一个烤盘，放入一张油纸，把混合粉过一下筛，免掉有颗粒，口感会比较好。再把它们铺平整。再准备35克植物油，一同放在烤盘上。烤过的油，再做出饼皮就没有生油味了。烤箱提前预热好了，把这些材料放在烤箱里，120度烤10分钟。如果家里没有烤箱的朋友，也可以把粉放入蒸锅蒸20分钟，或者用平底锅炒熟都行，怎样方便就用什么方法。接下来我们准备5个咸蛋黄，把它放入锅中，大火煮15分钟。再准备200克的牛奶，倒入锅中，加入60克白糖，开中火，让糖完全的融化，继续再熬煮一小会，煮这样就可以关火了，倒入碗中备用。如果煮的比这个少一些也没关系，后面和面的时候还可以调整。现在我们的粉也烤好了，拿出来先放凉一下，油也拿出来放凉一下，蛋黄也煮好了，拿出来放凉一下。再把粉倒入碗中，把刚才煮好的牛奶倒进来，一边搅拌一边倒入，搅拌成面团，下手把它揉成面团。如果牛奶煮少的话，或者面团有些干燥，可以再加一些清水，但是不可以加生水，可以用矿泉水或者是凉白开。再把油倒入来，然后的面团应该是比较柔软的，变成光滑、顺滑了很多。再把面团分3份，一份加入少许的火龙果汁，把它揉搓一下，直到颜色均匀为止就可以了，看浅浅的粉红色。再一份加入少许的芒果汁，把它揉搓一下，直到颜色均匀为止就可以了，看浅浅的黄色。再把每份面团分成25克一个的小面剂子，把每一个小剂子都搓圆，
搓好的小剂子，盖上保鲜膜防止风干。接下来我们准备2个鸡蛋。朋友们、家人们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。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小颖来说可以高兴睡不着觉。现在这个视频就辛苦你帮小颖点赞转发一下吧，非常感谢大家支持和鼓励。今天用的月饼模具是50克的，那么现加蛋黄的总重量在25克左右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馅料来做。我家小孩比较喜欢吃红豆沙馅，所以我用红豆沙。这里准备了200克，把豆沙馅每一个都20克，搓成圆，中间戳个洞，捏成一个小碗形，包入半个咸蛋黄5克，慢慢封口。最后再搓圆。月饼馅都捏好以后，我们准备开包了。取一个小剂子，先压扁转圈，把小剂子捏成中间厚、4边薄的一个小窝状。取一个馅料放在中间，用虎口向上推，慢慢合拢，把封口捏紧。搓好以后，表面沾上一些炒熟的米粉，多余的粉再用刷子刷掉。月饼模具上也要撒上些熟米粉防粘，放入月饼模子中，轻柔而用力均匀地向下压，但是不要停留太久，然后提起月饼模子，一个月饼就做好了。我们切开一个看一看，饼皮和内馅都非常的软糯，馅料很香，奶味十足，饼皮的厚度刚刚好，均匀地包裹在月饼的周围，把剩下的月饼也照样包好，全部包好就可以吃了，不需要回油，也不需要烤制。这款月饼的饼皮非常的松软，入口即化，甜而不腻，非常的小清新。中间的蛋黄让月饼吃起来甜中带咸，一点不腻。整个月饼的颜色也是食物天然色素，没有添加，也非常容易制作的米月饼。米月饼没有经过烤制，也就是没有消毒的过程，它在室温下很容易变坏，吃不完的月饼呢，可以放到冷冻室保存。冷藏室的温度对淀粉类的食物不是很友好。月饼饼皮全是淀粉，它很容易老化变硬，所以不要长时间放在冷藏室保存，最好也不要过夜。吃的时候呢，再拿到冷藏室解冻。如果大家也喜欢，就收藏起来试一下吧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哦，点我头像，还可以看到更多简单的家常美食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